中国又惹上大麻烦了。这次不是贸易战，而是一场堪称世纪骗局的 AI 闹剧。一家成立仅1年的中国初创公司，用一记高科技重拳，让美国股市1天之内蒸发2万亿美元。这场闹剧刚开始时，全球媒体还在惊叹中国 AI 的弯道超车，但随后的发展却让人大跌眼镜。更讽刺的是，这场闹剧已经惊动了美国最高层。著名投资大佬比尔·阿克曼直接开炮，如果属实， DeepSeek 老板梁文峰将面临通缉令。为什么？因为这位掌管对冲基金的老板很可能是在打着 AI 创新的幌子，暗地里做空英伟达。这哪里是什么技术突破，分明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金融阴谋。事态的严重性远超想象。特朗普政府的 AI 主管萨克斯已经站出来直指，有大量证据表明 DeepSeek 是靠蒸馏 OpenAI 模型的数据来窃取技术。路透社更是爆出猛料， DeepSeek 的信息准确性只有可怜的 17%， 远低于西方主流 AI 的水平。用3个字总结，既不原创也不先进，就只剩一个吹字了。真相更是触目惊心。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官员正在调查 DeepSeek 是否通过新加坡等第三方违规购入了被禁止向中国出售的英伟达芯片。而 Scale AI 的 CEO 更是揭露 DeepSeek 实际拥有近5万块英伟达 H100 芯片。让我们算笔账，一块 H100 芯片售价4万美元，5万块就是20亿美元，约146亿人民币。问题来了，一个初创的私人公司从哪里搞来这么多钱？更令人费解的是，在美国早就禁止向中国出口最先进 AI 芯片的情况下，这些芯片又是怎么到手的？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1月29日，一位网友的爆料彻底戳破了 DeepSeek 的真面目。这位网友让 DeepSeek 修改一篇论文，结果发现 DeepSeek 给出的修改意见居然与 ChatGPT 一模一样，连格式都分毫不差。更诡异的是， DeepSeek 还能看到用户从未提供过的论文早期版本。这不是明摆着告诉大家，这就是 OpenAI 的套皮版吗？事实证明，这场闹剧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它不仅让美国股市损失惨重，更可能成为中美关系的又一个引爆点。正如专家所说，这比关税战还要命。因为这一次，中国不仅被指控窃取技术，还涉嫌通过金融市场操纵来打击美国科技公司。这样的后果，恐怕不是几个回合的贸易谈判就能解决的了。这场风暴来得快，发展得更快。让我们看看美国方面采取了哪些行动，这些反应又意味着什么？白宫和联邦调查局 FBI 已经对 DeepSeek 展开全面调查。调查的重点不仅仅是技术窃取，更包括一个让美国极为忌惮的问题：这家公司是如何绕过美国的芯片禁令的？川普提名的新任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在确认听证会上直接开炮，他们购买了大量 NVIDIA 芯片，还找到方法规避管制。如果他们要与我们竞争，那就公平竞争，但不能利用我们的工具与我们竞争。在这一点上，我会非常强硬。更令人震惊的是，美国官员发现 DeepSeek 可能通过一个精心设计的三角贸易网络获取被禁芯片。新加坡在这个网络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根据监管文件显示，新加坡业务占据了 NVIDIA 年收入的 20%， 但真正运往新加坡的货量却微不足道。这些数据背后隐藏的真相令人不寒而栗，大量的高端芯片可能通过这种方式流向了中国。美国的反应可以说是迅雷不及掩耳。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的2党领袖已经致函白宫，要求对新加坡采取行动。共和党籍主席穆勒纳尔与民主党议员克里希纳穆提在信中明确表示，如果新加坡不愿严格取缔对中国的出货行为，
应对其实施严格的出口许可要求。更重要的是，这次事件已经引发了美国政府的高度警惕。美国海军率先发布备忘录，完全禁止所有人员使用 DeepSeek。紧接着，美国众议院也下达了禁令。CAO 在通知中直接指出，威胁分子以利用 DeepSeek 传送恶意软件并感染装置。这种严厉的措辞和快速的反应，显示出美方对这次事件的重视程度远超以往。而 DeepSeek 面对这些指控的反应却显得异常苍白。他们的辩解是 OpenAI 的模型又没开源， GPT-4 的代码和训练数据连他们自己员工都不一定全知道，我们上哪儿偷去？但随即又说，这种指控背后可能更多是商业竞争或者地缘政治的影子。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不禁让人想起那句老话：此地无银300两。更令人费解的是，就在各方质疑声四起时， DeepSeek 突然宣称遭遇大规模恶意攻击，开始限制海外用户注册。这种时机巧合的技术故障，让人不由得联想到此前类似事件中造假者们的惯用伎俩，永远有说不完的理由来逃避检验。而这一切的背后，或许还隐藏着更大的秘密。近日有消息称， DeepSeek 实际上通过越南公司获得英伟达芯片，这意味着美国的制裁可能一直都是个笑话。台企及美资台企违规提供芯片、输送技术和人才的行为似乎从未停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川普突然宣布要向台湾加征关税，这背后的原因恐怕远比表面看到的要复杂得多。这场闹剧不仅暴露了中国科技企业在创新上的短板，更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全球科技竞争中，中国还在习惯性的走捷径。但这次，这条捷径可能会把中国带向一个更危险的境地。DeepSeek 的案例让人不禁想起了1958年那场荒诞的大跃进。当时，湖北省麻城县西建园一社号称创造了天下第一田，宣称早稻亩产36900斤，整整浮夸了100倍。而同年，美国的粮食亩产实际是800至900公斤。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65年后的今天，我们又看到了类似的剧情：一个初创公司宣称用557万美元就能媲美投入1000亿美元的 OpenAI， 这不正是当年亩产万斤的翻版吗？这种现象并非个例。想想李彦宏曾经豪言百度领先谷歌，鸿蒙、麒麟号称能碾压安卓，但现实是什么？百度如今的市值仅有谷歌的 1.3%。这些超英赶美的口号，最终都沦为了尴尬的笑柄。为什么华尔街的交易员们不买百度的股票？难道真的只是因为李彦宏不够帅吗？ DeepSeek 的表现颇像一个天资聪颖但不务正业的学生，极快极好地学会了牛顿力学，却在回过头来就嘲笑牛顿发现得太慢，炫耀自己瞬间就掌握了。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恰恰反映了整个中国科技行业的通病，只想要结果，不愿意经历过程。更值得深思的是 DeepSeek 对借鉴行为的辩解逻辑。胡锡进问及此事时，他们的回答简直可以被写入教科书：一是说站在巨人肩上发展，二是强调人工智能行业都是互相借用，三是辩解 OpenAI 不是开源，所以没法偷。这种读书人偷书不算偷的逻辑，或许正是中国科技发展最大的软肋。最令人忧心的是，这种投机取巧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通行的商业模式。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说，这种搭便车的做法在中国公司中并不少见，因为正经研发既费钱又费力，不如直接借鉴来得快。但这种短视行为的代价究竟是什么？让我们看看数据。 DeepSeek 的信息准确性只有 17%， 远低于西方主流 AI 的水平。这就是靠借鉴换来的结果。在一个连正常访问谷歌都需要翻墙的环境里，
在一个基本学术自由都无法保障的土壤中，我们还能期待诞生真正的技术创新吗？正如历史一再证明的，人类从来就没有弯道超车的捷径，只有脚踏实地的积累。当我们的企业还在幻想着用557万美元打败投入1000亿的对手时，当我们还在为盗版和山寨沾沾自喜时，或许就该想想这条路究竟能走多远。这场闹剧的结局似乎已经注定， DeepSeek 的应用已从意大利的谷歌和苹果应用商店下架，它的 API 被 OpenAI 封禁，它的技术被质疑，它的合法性受到调查。这一切会不会成为中国科技行业的一记警钟，提醒我们真正的科技创新永远不可能从造假和偷窃中产生？看来，距离中国真正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抬头挺胸地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原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这条路恐怕只能靠踏实的创新，而不是浮夸的数字和巧取的技术。